诸位好，我这个劳改犯现在当了大明星了啊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啊！我这个实话实说，我们家呢苦难非常深重，但是呢都是冤狱，是吧？我当然是反共的了，而且我17岁就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捕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，是吧？我呢，给诸位唠嗑唠嗑，这是东北话啊，叫唠嗑。这个山东话叫瞎乐乐，是吧？北京叫侃大山。那么，我就跟大家伙侃一侃。那么当然要从我的家族来说起了。我们家呢是广东人，我小时候呢也在广州和香港呢生活过几年。小时候我们在家里讲广东话，但是我出生在北京，是吧？念书在北京，所以呢我这个北京口音呢当然很标准了。我爷爷呢，是吧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，学的是骑兵科和工兵。毕业以后呢，就参加国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。以后呢，退出军界了。那么日本侵略中国呢，我爷爷呢，又到广州湘汉平的司令部里做军事顾问，打日本。湘汉平湘司令呢，是我爷爷的学生。我3个叔叔在广州参加国军打日本，我第2个叔叔牺牲了。我3叔是军医，我6叔是空军，我不知道是飞行员还是地勤，是打日本的。日本投降以后，我3叔我6叔退出军界，没打共产党。我的父亲在上海震旦医学院毕业，学的是外科。我母亲是上海人，学的是妇产科。毕业以后呢，是吧，在北京做医生，还给共产党的游击队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械，被日本宪兵发现，挨过打。我出生在北京，我父母在北京做医生。我们家呢还有牛奶厂，那怎么倒霉了呢？说起来呢，这也是命运，是吧？当然，在民主社会不会有这种悲剧。我父亲有一个同学宋大夫，上海震旦医学院毕业的，他学的是内科。49年以后呢，那中共呢就掌握了那些个资料和档案，结果他们发现呢，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里头啊，说宋大夫是中统军统，就给抓起来了，关了4年。那么这4年当中呢，宋太太和她的小孩呢，是我父亲呢帮着抚养的，是吧？给生活费的，因为都是同学嘛。那么查了半天，宋大夫不是。国民党也腐败，中统军统吧，把宋大夫这名字加在中统军统里，领一份工资，这叫吃空饷。共产党查了半天，是吧？也有被逮捕的中统军统审问他们，说宋大夫真的不是，我们就是吃个空饷，是吧？所以把他加上名字了。那么，而且宋大夫根本自己都不知道。查了半天不是怎么办？共产党缺人才，就把宋大夫呢安排到北京公安医院当副院长。他是好心，因为共产党当时很缺各种人才嘛，是吧？这个49年以后嘛，那么关了4年，让他当公安医院副院长，大约也是1953年。他好心。我的同学莫大夫，就是我父亲呢，莫兴龄莫大夫，
是外科医生，而且是美国留学，啊，那么共产党一听，哎，要这个人才，当公安医院的副院长，那共产党这政审非常严格，其实已经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了，是吧？这个又不是这个叫亲日本的卖国贼，又不沾国民党啊，纯粹是毕业以后就当医生。结果呢，公安医院的副院长就上我们家，不止一次的请我父亲上公安医院，职务是副院长。我父亲不去，请了几次不去，因为我父亲呢是教会医院北京东城海星医院的院长兼外科主治医生。那么我小时候就听说了，是吧？说我父亲敬酒不吃罚酒，那怎么办？1954年把我父亲抓了，完全是冤狱。那么在抓之前呢，就找茬儿。我们家有牛奶厂，说这牛奶有没有兑水？查了半天没兑水。有没有剥削工人？没有。我们家当时的工人，50年代初，是吧？就70多块钱一个月，而且呢，我们家院子大，房子多，而且有免费住房，而且他们呢，我们家是天主教徒，我父母都是虔诚天主教徒，这2个工人是吧，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大家都跟好朋友一样，是吧？他们的小孩是吧？我们小时候都是一起的很好的玩伴儿，礼拜天是吧？一起上教堂的。所以呢，剥削工人没有，牛奶里有没有掺水卖？没有，有没有抽了油脂卖？没有，是吧？一点儿违法事没有，偷税漏税没有，那么就硬编了一些个我父亲的罪名，是吧？那么我为什么清楚呢？我父亲以后判54人逮捕，判15年啊，在北京市第1监狱医务所。那么有刑满的犯人，是吧？我父亲呢要上诉，但是呢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把所谓的5、6条罪名写下来，叫刑满的犯人送到我们家，让我母亲和一些个老朋友们看看能不能上诉。那么我母亲和一些老朋友看了以后说不能上诉，为什么？共产党不讲理，上诉就是不认罪，是吧？要加刑的，要改判无期、改判死缓的。因为我父亲原来判15年嘛，我父亲没上诉，但是我小时候呢，我就偷偷看这材料，哎，我呢就记得我父亲的冤狱，这些条，我父亲在逮捕以前呢，是吧？每天呢晚上领着我们跪在圣像前头念经，祈求世界和平，祈求人类相亲相爱，祈求好人更好，坏人回头。除了上班，是吧？一个是海星医院院长、外科主治医生，还给当时中共的外交关系不太多，还给20来个大使馆、领事馆、代办处，是吧？出诊看病，是吧？那么挣的钱比较多，当然这都是合法收入了，劳动所得了。那么捐款很多。北京东城呢有一个 Bosco 学院 ，Bosco 呢是天主教一个圣人的名字。那么这些个学员如果想家了，我父亲给他们打票，回家看父母，是吧？协和医院、法国医院
这些儿童看病，基本上都记在我父亲的账单身上，啊，每个礼拜领我们上教堂都要给我们零钱的，要奉献，而且说要见着穷人，要给钱的，这个好习惯，我保留到现在，是吧？那么，何罪之有？我父亲是震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，我父亲47年，大约到51年呢，是吧？来美国留学，美国圣地亚哥，也是一个教会医院，是吧？叫 Mercy Hospital， 是吧？叫做慈善医院。那么学的是脑系科，脑系科呢，现在通称为叫做神经外科。那么这个要求我父亲到公安医院复诊，我父亲不去就找茬了。找茬呢，第一，美国留学是美国间谍，这个信仰天主教，反动天主教徒。我父亲和教友们呢，有一次到河北永年朝圣，是吧？这个教友们说圣母显圣了，是吧？大家去了。上河北永年朝圣是反动宗教活动，是吧？这个还有一次，是吧？我看材料里头说午餐时候用法文透露经济情报，哎，这项很具体啊。接见时候呢，我们兄弟姐妹8个，是吧？都是小孩儿。我最小弟弟1953年生人，我父亲1954年逮捕，我最小弟弟还吃奶呢，所以在第一监狱医务所呢，是吧？有一个小图书馆。那么我们去探监的时候，我弟弟妹妹就坐我父亲腿上，啊，一帮小孩嘛。那么看守也不需要进来听嘛，我就偷偷问我父亲，我说午餐时候用法文透露经济情报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父亲苦笑一下，真是哭笑不得，说可能是午餐时候啊，谁问了我黄瓜多少钱1斤，是吧？这叫用法文透露经济情报。还有一个。北京东安市场佳美丽皮鞋店的经理叫赵震，他呢有时候到香港啊、澳门算是出差，他回来说呀，听说美蒋要反攻大陆，他说没事儿。我父亲可能在别的场合聊天，哎，可能重复这句话，结果呢，扣我一条罪名，叫鼓吹美蒋反攻大陆。就这么，啊，这个5条罪名，给我父亲判了15年。到文化大革命时候了，是吧？这个我父亲一个学生，也是医生，有时候上家里呢，看我老妈来，那么聊天。他呢？经过东安市场，看大字报，结果呢，说赵震是彭真的黑爪牙。结果呢，什么叫黑爪牙呀？彭真管公检法，赵震是共产党小特务，公检法的。他逗我父亲说，啊，美蒋反攻大陆了。他说没事儿，我父亲判15年，这是罪名之一，完全的冤狱。我呢，是吧？脾气暴躁，从小打架骂人，我不能忍受这个。我1950年判刑的时候呢，我太小，我母亲没带我去这个看这个开庭判决，是吧？我当然不知道判几年了，我就说超过5年我就报仇。结果回家一听一说，他们不说，我母亲啊、哥哥姐姐啊去了的不说，就哭，是吧？后
后来我当然知道判15年了，我就爬在树上，我刻俩字儿“复仇”，这是我的宣誓，这是我一辈子，是吧？我绝对不会改变的血的誓言，因为我父母人太好了，在第一监狱医务所，是吧？做外科医生，有的时候呢，要换上衣服，坐小汽车，上公安医院去动手术、去开刀去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是吧？我父亲还得当犯人医生，上公安医院去开刀做手术。我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有时候呢，在监狱里呢，偷偷的祈祷念经，是吧？天主教念经呢，要画十字的，这样因父继子，今生人之名，阿门。念完经还要画十字的，日久天长，免不得被人看见，是吧？被揭发。老早这套我可太懂了。我17岁献血革命被捕，是吧？有监规纪律6章47条，啊，积极靠拢政府，积极卷体揭发，争取早日新生。哎，检举别人，哎，自己争取混个减刑。结果呢，为了我父亲祈祷念经，批判斗争蹲紧闭。我父亲这性格呀，就是实话实说，说假话不会，啊，我们家有这传统。我二姑姑是天主教圣母军，高中毕业没多久判15年，啊，我就信天主教，我就不背叛，我就相信宇宙是上帝创造的，是吧？我也这个说对别人，我也这德行，是吧？有话就实说，你让我说假的呀，不会。所以我在监狱里啊，批判斗争挨打呀，家常便饭。那么刚才我说到哪儿呢？说到我父亲被捕判15年，文化大革命呢是66年，我父亲呢这个北京第一监狱呢，这些犯人调到了山西大同大青窑煤矿，是吧？我父亲离刑满17天，批判斗争，是吧？最后用筐子装着煤块，装着石头，强迫我父亲挂脖子上，铁丝挂脖子上，强迫我父亲低头弯腰，活活打死。我听难友说，就留下2句话：我死也不低头，我死也不弯腰。那么我爷爷奶奶啊，我父亲的悲惨遭遇，是吧？我呢简单就交在这儿。我们兄弟姐妹8个，我母亲也学医的，我再是吧，跟哥几个说说我母亲的苦难。如果碰着你们谁，说实在的1/5、1/10也得玩命，也得报仇。我母亲呢，在上海人，学的是妇产科，是吧？在东四人民医院当护士长。我们兄弟8个，忙得要死，是吧？那么我父亲被捕了，是吧？8个孩子呀。1953年我最小弟弟刚出生啊，到1954年我父亲逮捕的时候，我最小弟弟还抱着吃奶呢，我母亲还要上班呢，还要料理家务啊，辛苦极了，是吧？我父亲逮捕，是吧？我母亲真没几天，真是一夜白头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天主教不能自杀，而且我们8个孩子怎么办呢？我母亲就是这么辛辛苦活着，什么言论都没有。到1957年反右时候了，给我母亲定成右派分子啊，
批判斗争，挨打开除，定右派。什么理由呢？为什么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？为什么不划清界限？小孩多可以送人嘛，我们是狗啊，可以送人的呀，可以嫁个老头嘛，可以依靠人民政府嘛。这叫齐脖子拉屎，还得让你吃了，还得谢谢，说香。我说，苦难同胞们呐，你们但分各位流着血呢，这血是热的呀，能不报仇吗？我父亲逮捕说，1954年我10岁，我1944年生人。我母亲1957年批判斗争挨打开除时候，57年我13岁。我看着了，我父母是好人呐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啊。我刚才说了，啊，我父母收入比较高，院长是吧？给很多领事馆、大使馆带完时候出诊看病，我们家还有牛奶厂，啊，一点坏事没做，都是合法收入。结果这么悲惨的遭遇，我从小，我宣誓我要复仇，我爬在树上，在树上刻俩字复仇，这是我永远不会改变的誓言。我活1年，我反共反1年；我活1天，我反1天。这是光荣的，这是正义的事业。我刚才说我们家有牛奶厂，牛奶厂工人呢都是天主教徒，他们有个亲戚小孩来北京念书，他们家舅爷管他生活，以后呢就不管了，啊，这个小孩念到初中啊，后来我母亲看这小孩很可怜，就管他。我记得学校食堂啊，大概一个月6块钱，再给他几块钱零花钱，大概一个月10块钱，哎，这么着呢，就管到他初中毕业，他就上电机厂打工去了，是吧？这个，因为小时候住在我们家，一起上教堂，好朋友。因为我这人性格直爽，是吧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教友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说过，我爹妈是好人，是冤狱，我得报仇。那么他了解我，所以他这个当工人以后啊，差不多礼拜天呢，经常上我们家来吃顿饭，是吧？一起上教堂。在1961年的时候，8月底，快开学了，他来了，就遛马路去了。遛马路呢，他跟我说，现在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高级知识分子领导，是吧？你参加不参加？我说反共不反共？他说反共。我说好，反共我就参加。要办什么手续吗？他说要写个申请书。我就临时找张纸，是吧？就写了张申请书，那么给他了。这是8月底，到了9月16号，是吧？我就逮捕了。说起来啥事也没干。那么后来我当然知道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呢，这个右派学生组织呢，名字叫做中国人民社会党。这个为首的呢，是一个湖南人，湖南古丈县桐木村人，叫龙白凯。龙白凯是贫下中农出身，还当过儿童团长呢。后来保送到上学，上了北京医学院。那么所谓的同案呢，还有一个段学礼，判12年，也是先当右派了，啊，这个
龙白凯是判15年，还有一个叫肖延美的，应该是山东人，我不太熟悉，也是相当右派。那么后来我知道了，是吧？起诉书、判决书上都提到了，这个有一个叫赵英庆的，他自首了。那么龙白凯、肖延美和段学礼，还有发展我这个工人，这年轻的比我大2岁，叫齐振东，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自首了，我就写了申请书，然后大概齐振东呢交给这个赵英庆了，那么赵英庆呢转手就交给公安局了，所以呢，我8月底刚知道，刚参加，到9月16号，高中2年级开学，我就被捕了。所以你要说，参加反共组织，干点啥没有？除了写张申请书，啥都没干。那么，在劳改队里头呢，一开始呢，叫做味觉犯，是吧？这个政治犯。中共不提政治犯这字儿，中共叫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。那么我算是现行反革命。放学，中午回家，一会儿警车来了，然后呢，坐在那儿是宣读，就是现行反革命逮捕吧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戴上手铐的，我妈也在旁边呢。哎呀，所以我心里难过极了，让老妈看见了。老妈，这不是我父亲冤狱现行反革命，我17岁又是现行反革命。后来老太太呀，又得去看我父亲，又得去看我，是吧？我这个很难过。我呢是1961年逮捕，判5年，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2年，以后在黑龙江下农村，叫做接受贫下中农改造、监督改造。下农村生活苦了，也没食堂了，但是很自由，我就当盲流了，是吧？盖房子，上房顶抹泥，东北叫捡土，不漏的，还有木头框子脱坯，我家我现在还有呢。就是这么长这么宽，把这泥倒这里，拿手一抹，把这木框一翻，这泥呀，叫土砖吧，搁这儿，然后过去再立起来，干了以后盖房子、砌墙都行，我这什么活都干过，我就跟盲流说，哎呀，小莫你给俺写下来，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文盲嘛，是吧？我呢是黑包工头，我很公正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下放的有跟我干黑包工的，东北当地的农民有跟着干的，还有关里头，山东的、山西的、河北的、河南的，都愿意跟我干，是吧？我呢，这个经济民主、账目公开、群众监督、及时清账，所以呢，都愿意跟我干。到春天了，还给我来信莫师傅俺还想跟你干活，哎呀，有的把钱寄回家去这邮递员来了。他老爸正跟着人家帮着干活呢，你儿子汇款了，寄钱来了，你猜多少钱？5块钱。再往刚才10块钱，这个20，说了半天猜不着，想不到100块。小伙子我冲着100块回家娶媳妇儿结婚了，就这么，当时100块就这么重要说起这个挣钱来了，
我下农村，泰来县红生公社新生大队，我们这个生产队啊还算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干一天活10个工分，1块钱，是吧？女的工分是8分，8毛钱。有的生产队啊，干一天活5分钱，这还不稀奇。还有什么亏的？亏怎么办？就算打平。有的亏多的，是吧？干一天活倒找钱，你挣的工分越多，你欠生产队的越多。这个词儿叫什么？叫三角债吧？好像。他亏什么钱呢？生产队买种子、买绳索、买化肥，比如说花了1万块钱，他卖粮食交公粮钱才5000块钱，生产队今年亏5000块，5000块怎么分呢？按照工分来摊。结果你一天工没上的人吧，反而不欠钱；你出勤率越高的人吧，反而欠钱。所以我们就开玩笑，因为我们下放的，300多人下到农村嘛，啊，我们就说这可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了，干活越多亏钱越多。其实最后呢，这就不了了之了，农民也不干活。我学会了词儿叫“包公紧，日工磨，自留地里出好活”。所以呢，我们私下里议论，我们老早在60年代，我们下农村，我们就总结出2句话，叫做“社会主义要命，资本主义救命”。所以后来邓小平这个名词叫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，其实就是走经济上就是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样才把经济搞活了。什么改革开放啊，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，就是实行资本主义了，才救了命了，是吧？但是政治上，他还是这套专制独裁的。那么，这个我得点颗烟啊，哥们儿。这个说起抽烟了，是吧？我得跟哥几个聊聊。老改不抽烟，老改人很多人抽烟，我也看过。为什么抽烟？有兴奋的时候抽烟，有痛苦的时候抽烟，烦恼时候抽烟，是吧？还真管事儿。我1969年下农村了，说生活苦了，吃大碴子，自己做饭，但是自由了，是吧？我呢就当盲流了，当盲流没人管了，我得回家了。这个到北京，兄弟姐妹挺高兴。那会儿呢，文革6.6年也抄家了，我母亲扫地出门回上海老家了。那我大概是秋天吧，到北京丰台下车，没人管。从丰台我再坐火车到家了，家里挺高兴。然后呢，这个兄弟姐妹呢，各地插队了，大学毕业的都分到哪儿了？我们小时候讲广东话，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，是吧？一直到我父亲54年逮捕以后，我们逐渐说北京话。所以在家里呢，是吧？有些话呢习惯了，是吧？我要看爸爸4月份刑满，我要看去。我弟弟不让去，但是不能说，我父亲已经去世了。哎呀，他又打电报给我姐姐，兄弟姐妹，都给我来电报，说建电后速来辽，就是山东聊城，去看妈妈，就是看妈妈。哎呀，我说不行啊，我说爸爸就是爸爸，4月份刑满了，我得去看去啊。最后我买火车票了，这兄弟姐妹，我就看，那怎么瞒不住了？把电报拿出来了。
大约意思是4月4号已经去世了，离刑满17天呢。我就想起小时候听说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充分利用他高明的医术，不让他活着出来。我这个怒火呀，是吧？就别提多怒了。那我怎么安排呢？好，我呢先回上海，上海待了几乎1、2个月吧，啊，2月大概都。啊，那么兄弟姐妹该看也都看了，春节嘛，好像赶上春节了，我回北京了。我准备呢，没枪，左手拿把小斧子，右手呢拿把短刀，磨得快快的。我就找北京的共产党员的家庭，那当然应该说很多了。我当时住在科学院宿舍，我哥在科学院，那院里都有，啊，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嘛，谁家有党员，是吧？一打听出来，啊，我跟小学、中学同学都联系，很多人都是黑五类家庭，是吧？都说得来的。我准备干什么？我进门开杀，我就不讲理了，不管男女老少。是吧？我20多岁，身强力壮，我绝对够本儿，是吧？最后，那当然乱枪打死。结果呢，北京的可靠的哥们儿，是吧？那当然，我得不说17岁，是吧？这些难友、可靠哥们儿，那当然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那现在80、90、过百都有。但是我不说名字，是吧？哎，万一活着呢？啊，找麻烦干什么？跟我说，小莫啊，不行啊！我怎么了？你蹲监狱呀，你不懂文化大革命，你绝对够本儿。但是，你母亲和你的兄弟姐妹都让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打死。69年嘛，文化大革命嘛，是吧？哎呦，我一想那不行，所以呢，我没干。没干是正确的，是吧？我现在报仇更有效。当时我不知道多少党员啊，几千万，现在是9000多万呢。那么包括退休的党政军警宪特，那又包括家属好几亿人呢。我杀10个，我杀20个，没什么用啊！共产党狗命啊！好人不入共产党，入了共党没好人呐。我杀30个都没有意义。可是我现在，是吧？不是因为说我自由了，我幸福了，说我当时没动手是正确的，不是。我现在反共的意义，实事求是说很大。我行完以后吧，还有一段我洋洋得意的事情。我本来想买了火车票回黑龙江，也是命里该着，我碰着呀农场下来的朋友了。他们呢给北京的石油化工部综合研究所呀研究一种仪器，叫电动磁力搅拌器。但是呢，他们拿在手里啊玩不转，因为我小时候啊，我特别喜欢自然科学，我能装矿石收音机，我能装，这个超外插式的，6、7个管的这个收音机，是吧？我还学内燃机原理，我还学摩托车驾驶，我还学过无线电收发报，我喜欢这些个。我说这好像不太难呢，那试试吧。结果呢，搞成了。搞成这个产品呢，做得非常漂亮，外表跟这个日本的一样。我是用上海的3、5盘钢筋锅给锯开了，做外壳，抛光烤漆，里头呢有叫磁浮电机0到1000转，有开关，
有电阻电容、可变电容、改变电容量，从0到1000转，哎，很顺利搞成了。那么我就在河北省的一个设备厂，河北省新城县，是吧？你听这名儿，公社名字叫张巴屯人民公社，挺土的。当时呢是80年代末，是从老毛死那年，是吧？哎，我搞成以后呢，就在那儿这个生产了。我心不黑。第一年给这个设办厂纯利润5万人民币。76、77年呢，纯利润5万人民币，是吧？这个公社大小队买手扶拖拉机、买化肥什么的，开心死了。我自己报工资，我1个月150，我要500都给我。然后这个工程师的侄子插队青年也来了，1月120，是吧？我碰着那个朋友，是吧？我就不说他名字了，是吧？哎，1月120，就我一个人150，我们是吧？太轻松了。在北京、上海买材料，我到上海出差呢，正好探亲看我老妈，是吧？而且我的户口呢，这个1977年办理，很快就迁到河北新城了，啊！一开始呢，我那会儿才20多岁啊，我说我是老3届知识青年呐。后来要迁户口了，他们怕我走啊，我是摇钱树啊，我到哪儿哪个设办厂就挣钱，是吧？那他们就主动给我办户口。那么81年呢，我150我不干了，干嘛？出国了。这个呢又是好玩的事情，所以人的命运呢非常有意思。1976年，我奶奶在广州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去广州看我奶奶。我八叔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出国，愿意，爬都想爬出来。我八叔太善良了，他也是震旦毕业的，在学理工，以后在香港做生意，以后在非洲呢，做生意，是吧？因为震旦讲法文，西非讲法文，我八叔也是英文、法文都很好。那么说来，也是我们干着出国。上海的一个副市长啊，叫黄菊，他呢访问非洲，西非多哥这个小国呀，以前就20、30个华侨，我八叔呢自然就成了侨领了。我八叔会英文，会法文，会上海话，会广东话，还会国语、北京话，所以呢，哎，就热情招待这黄菊。多哥首都叫洛美，靠着海边儿。那我八叔呢，公司商业的公司和开一个饭店都在洛美。那么我八叔作为侨领接待黄菊，说北方城市拉玛卡拉，多哥是个小长条，200、300万人口，当然全是黑人了，是吧？北方城市叫拉玛卡拉，我八叔跟黄菊说呀，我想在拉玛卡拉开分公司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没有人手，我很愿意把我的侄儿侄女啊弄过来帮我开分公司，我扩大祖国产品的出口。这是真的，我八叔后来真的开分公司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后来黄菊似乎是当了副总理了啊，哎，他发话了啊，具体他怎么说，那我当然都不知道了，是吧？我这见都从来没见过，意思就是放宽我们家人出口。结果呢，我们兄弟姐妹8个，我八叔啊知道我蹲过监狱，看我奶奶时候说，是吧？家里管我叫小弟，我小时候在广州啊是个小胖子，家里管我叫肥仔，北京话就是胖小子，是吧？说你第一个出来，我说八叔，我最后一个出来，因为我进过监狱，是吧？难度大，兄弟姐妹都出去了，我最后出，这门就越走越宽了。哎，也对，所以呢，
兄弟姐妹陆续出去。我呢，81年出去的，我都结婚了，啊，我从88年2月到现在，一直到现在，是吧？我一直免费办政治避难，我的朋友当然很多了，我免费帮了700、800人了，有些上外州了，有些在洛杉矶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朋友很多。自由的火炬照遍了全球，中文、英文，是吧？这个背后呢，中文、英文，啊，这么远呢，估计不太清楚。我呢，从50年代，60、70、80、90、10、19年了，60多年了，我一直记着呢。天赋人权不可侵犯，人类生来自由平等，每个人都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，那就是生存的权利、自由的权利、思想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政府的组成是为了维护与发扬人民的基本人权。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，人民有权监督政府。政府如果破坏人民的基本人权，人民有权推翻政府，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。为了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推翻暴政的统治，我们人民光荣地具有永远不可剥夺的反抗与革命的权利。